念佛人老 K， 有一位师兄一直叫我讲这个西方确子那个我去了解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西方确子这本书是华藏学会以前出版过的一部书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内容好了，因为我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一部书这本书的起源比较特别它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当代有一些人本来在玩弄这个玄术类似这个问神和伏击之类的。后来有一位自称觉明妙行菩萨，据说他随缘降生在当初的娑婆世界，告诉这些所谓的当代的乩童你们要怎么修行才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要让他们舍去过去错误的修行方式，回归到正信的佛法。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是好的，但是老 K 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这本书是针对性的著作老 K 是没有去查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当初他视线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他来此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嘛，就是看不惯当下的人太迷信从信感应问神伏击之类其实老 K 不建议大家看这本书之所以我还是会讲这一本是因为这位师兄跟我讲了至少2-3次老 K 后来在前几天吧有跟这位师兄说这是华藏净宗学会的东西建议他直接去问华藏的法师比较快但是后来老 K 想一想这位师兄可能是长期看老 K 的频道想要听听老 K 怎么讲那这样我还把他叫回去问这个华藏的法师感觉好像不太好所以说我今天还是简单录了一期师兄你如果有看到今天的影片帮我注意一下，你要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张大你的折法眼有一些我们身为凡夫的可以参考有一些千万就不要乱看因为这一本著作根本就是针对性的著作，所以我们要看得懂表法我觉得里面唯一可以参考的几个部分我说一下好了。第一个是不求感应的部分，第二个是讲三心劝大家老实念佛这个部分这2个部分可以看一下。书中有讲到一些理论特别是讲到修行人的日常待人处事，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但是老 K 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些都是针对性的你不要说时代背景不一样我们现代人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念这些咒语嘛。当下这些道士这些伏击的，可能他的工作上面就是要念一些咒语，帮大家治病，处理掉一些工作上的琐事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这一段大家就千万不要再去看不是因为里面他强调自力修行所以老 K 强烈反对，而是我怕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自己去盲修瞎练因为他根本就是当下你要针对一些特定的群组去讲的一些东西我们身为净土专修念佛的学人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要以3经5论为这个依归像西方确实这东西最好是不要碰你真的忍不住好奇心要看的话你就自己必须要警戒一下的意思老 K 在查询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除了华藏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教团在推这本书所以这边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再来老 K 强调一下刚刚我说这一本书可以参考的部分就是这个3心的部分觉明妙行菩萨在这本书里面有说到，修行人要具备真诚心、信心和愿心专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才能确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部分其实没什么争议基本上是符合祖师大德们说的但是老 K 在此举出来里面的几点观点然后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好了首先是这个内容里面有讲到持诵的真意，真正的意思那个真意它里面有讲到持诵经咒并不是念得多念得熟就好，真正的重点是自持其心，要能让每一句经文每一句佛号都融入自己的本性就是回归自性的意思，并且深入理解当年世尊要传达的真理首先老 K 要强调一下，既然他是再来人所以你看他第一件事当然是叫你靠他力来修行，所以他一开始才会讲3心嘛从古至今这些祖师大德被称为再来人的这些人你看嘛，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告诉你凡夫修行没辙，所以念佛第一个基本动作就是靠佛力加持
再来的内容啊，逐渐偏向自利的原因啊，我觉得他当下可能是认为这些人太过自利了嘛，这些方士道士们啊，这个伏击人啊，一定是信仰自利嘛，自己要有修行啊，没有修行就没有感应啊，所以说他当下这样讲啊，这些人可能不能接受嘛，然后他就应机而说啊，所以才会讲到持经咒嘛。要不然西方来的怎么会叫你一个凡夫去持经咒呢？你看看，我先不要讲善导大师啊，偶益大师、莲池大师、印光大师，乃至最近的一些往生的大德们啊，哪一个不是叫你专修念佛靠他力的？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例外的。里面还有一段啊，教大家避免空有功德，这一点我觉得是最有争议性的。他是说啊，如果你只是念诵而不去解、不去行的话，所谓不去解的意思就是不去理解，不去行就是不实施的意思。他这边有说啊，就像乞丐终日念佛也没有办法改变贫困和残疾一样这指出这个就是缺乏解和行，并且提出正确的做法。念诵时必须发大愿不论是求生佛国，或是求明心见性，求大智慧，或是求利益众生这边听清楚他说都要仰赖佛陀的广大力量来成就自己的愿望有没有？菩萨这边叫我们靠佛力但是这边要大家要小心一不小心就掉入这个误解的陷阱当中因为你再看一看就以为他叫你自力修行嘛，对不对？一下又要叫你求明心见性，一下又要你求大智慧，但是听话要会听他重点都放在后面，要我们仰赖佛力才行要不然你看嘛，这个明心见性，谁才能明心见性？你和我这个在烂泥中打滚的凡夫我们要怎么修到这个明心见性就像这个六祖慧能这样见性成佛开宗立派有几个人能够修到这样？1亿人中看有没有1、2个从古至今以人次来算的话，都已经好几百亿人过去除了六祖慧能之外还有人写过这个坛经这种等级的经典吗？既然没有的话，我们还是乖乖的念佛比较好吧。所以老 K 看到这边就觉得这本书还是契机而说而已就是菩萨看到眼前这些人你劝这些人放下自利，这都劝不动嘛。所以到最后只能顺着他们的话来说嘛。所以老 K 这边还是提醒大家你如果要依据这本书来解行真的是有点危险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说的东西和祖师们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因为你看到一些内容不会判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好像跟以前的祖师们说的有一些矛盾特别是讲这个自利他利的部分所以老 K 还是觉得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就尽量不要看这本比较好。讲到这个老 K 其实还蛮有感触的曾经碰到一位持任延咒的师兄来问问题他几乎天天都跑来问我念佛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些信仰自利的人还是非常精进而我针对他的问题一一发表我的看法和意见，但是到最后当我劝他放下自利修行依附佛力的时候这个理论就是你这个凡夫再怎么靠自力修行都没有办法跟这个佛的加持来相比当下可能就是被他问太多问题所以有点激动，我就直接回答根本就比不上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会发现你现在修的完全都没有用然后这位师兄就非常不服气他说他每天练任延咒都很有感觉那可能这位师兄比较有慧根老 K 比较没有慧根所以我们靠佛力就好所以你们看嘛，那男性之法是不是在讲真的？听起来很简单只是叫你信佛愿意去肯念佛，就是3件事而已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信嘛，就是自己拼命要往里面加油添醋嘛结果到时候要往生这什么都放不下，那你要怎么往生呢？这个老 K 以前有讲过临终3随嘛，随众、随习、随念。随众说的就是这一辈子哪个业造的最多嘛，往生的时候就随着那个业去往生随习就是随你这一辈子所造的习气。最后一个随念就是随你当下的心念去往生我们放下一切念佛就是让这个临终3随能够合一靠着这个佛力的加持到时候他来接我们嘛你现在一下这个经，一下又那个咒那你到时候你到底要靠谁来接你呢？
你看这些靠智力修行的人啊，念佛可能一天没有念10声但是这个楞严咒什么大悲咒每天不缺课坚持一定要念完这样这种人很多嘛但是你看古今中外很多人念佛念到往生但是你有看到几个是念经咒念到往生的？再回来说说这个内容这内容里面还有一段是求长生这边有提到想求长寿，必须内外功德兼修所谓的内功德就是叫你诚心书写、读诵并理解像是这个《金刚般若经》这样的经典就是《金刚经》他也提到这个外功德的部分呢，就是叫你从今以后不要杀生戒杀吃素，护别人的生命如同护自己的生命，要我们这样累积阴德大概是这样的理论这边就真的很怪了这些净土法门叫你去念心经所以这个就是契机而说而已嘛，对不对？然后要叫你去求长生我们都是要随缘往生的，你们还要叫我们那个求长生，那个不是也是怪怪的嘛如果你要修这些的话，那干脆去圣道门修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宏愿了嘛。你看这个市场，这个杀鸡卖鱼的这些怎么办呢？如果照他这样来修的话，没有办法往生了嘛，都要改行了嘛。那阿弥陀佛也不可能说他们往生没有份嘛。那善导大师也告诉我们不问罪福嘛。在这边跟大家整理一下其实这一本著作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戒佛力和智力的部分它不像这个观经释帖术这种大著作一样它分得比较细，分门别类这样，而是把一些当下他要说的东西有一点像演讲稿的方式针对这些当朝历代的一些道士一些这个服软的人应机而说的而已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太当真不要把这本书当作你修行的像圣经宝典这种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还是依据祖师大德的说法会比较保险。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